当你需要去研究一个完全陌生的主题时，比如行业研究、市场调研，或者是生活中重要决策前的研究分析，你会如何展开呢？本期视频我将通过演示一个真实的过程向你介绍，把 Gemini 与 NotebookLM 结合，来完成对任意主题的深入研究。尤其是当我们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时，我把整个研究过程分为3个步骤：一、快速搭建基本知识框架；二、收集资料，完善整体框架并形成知识库；三、理解和消化信息。1、2两个步骤至关重要，是整个研究的基础，而3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下面我们正式开始吧。首先，当你明确了要研究的主题后，最先要搭起一个基础的知识框架，也就是把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大大小小的信息点找出来，再按照某种逻辑组织在一起。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功能可以帮我们更高效地完成这件事。比如，我想研究一下小白该如何从0到1运营一个 YouTube 频道。提交问题后， Gemini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先给出了一份很细致的研究方案。截止到这一步，有2个关键点需要注意。一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，我采用的是先开放再聚焦的方式。比如刚刚向 Gemini 描述第一个需求时，我提出的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，而不是直接去问怎么写视频脚本、YouTube 算法等具体的问题。这样我通过 Gemini 得到的也会是一个范围更广的框架，弥补的是我们在面临陌生领域时盲区太多的这个不足。二是要仔细看一下 Gemini 给出的研究方案，如果跟我们的预期有所偏差，可以直接针对这个方案给出修改意见。方案没有问题后，点击开始研究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很喜欢去看 Deep Research 的研究思路，它会很详细的介绍遵循了什么原理，如何分阶段研究，分析材料后有了哪些新的发现，而这些新发现又是如何让它动态调整后续研究的。它这一整套思考路径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。等待1-2分钟之后，我们拿到了一份完整的研究报告。这份报告看起来很专业、很全面，但是先别着急花时间去读，它最大的作用是帮我们快速建立起基础框架。我们点击导出到 Google 文档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到 NotebookLM 了。这里再快速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的独特优势。第一点，它支持我们以多种方式上传多种格式的文件，比如上传本地文件、导入 Google Drive 里的文件、添加网页链接、YouTube 视频链接等等。第二点， NotebookLM 出现换节的概率极低，因为它生成内容是完全基于你提供的资料，这是它跟其他通用型 AI 对话助手最大的不同。这也是为什么说这2步至关重要。不过还是要说一句，极低的换节率不代表零换节，我们依然不可以完全放松警惕。关于 AI 换节，你可以通过我的另一条视频了解更多。最后一点， NotebookLM 的 Studio 模块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功能，能够帮我们大大的提高效率，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内容有所体现。我们回到主题，继续搭建基础框架。我新建了一个笔记本，上传刚刚 Gemini 的那份研究报告，然后点击 Studio 里面的思维导图。NotebookLM 会全面的分析这份文档来生成导图。这是一份非常详细的思维导图，包括6个分支、4个层级，很多个信息点。我们在前面提到，整个研究是先开放再聚焦的过程，那么现在就到了该聚焦的时候了。我们也要进入第2步，收集资料并完善这个框架，最终形成一个知识库。这个步骤的第1个关键点是完善框架，一方面是补充信息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划定边界。我们需要整个分析一遍这个思维导图，然后从里面找出需要重点研究的信息点。比如我完整看过之后，我决定重点研究更具体的实操的部分，所以我挑选整理出了这个清单。接下来开始按照这个清单来收集资料，收集以及鉴别资料的过程我就不再赘述了。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，我们要尽量去获取原始资料。比如你使用了 AI 搜索的话， AI 给出的那份答案往往看起来很全面、很专业，但它其实是最不重要的。重要的是答案背后的那些原始链接，因为在研究学习这个场景里面，原始链接相当于一手资料。AI 给出的答案是对一手资料的压缩总结，可能会让我们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。现在我的笔记本里面一共有37个资料，其中36个是按照我刚才挑选出来的重点重新添加的。我把前面用 Gemini 生成的那个文档取消勾选，然后再次生成思维导图，来检查一下这些新资料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新框架。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框架的范围已经收拢到了我挑选出的那几个重点，每个重点下面又细分了更多的信息点，这个知识库也基本上形成了。如果后续我们产生了新的需求，只需要重复收集资料、检查框架、发现信息点这个过程就可以了。接着就到了我们的终极目标，理解和消化信息这一步了。这个过程都是在 NotebookLM 里面完成的，有很多博主对它的功能做了很详细的介绍，我在这里就主要介绍一下我最常用的功能。
第一个依然是利用思维导图，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捋一遍，遇到了想详细了解的内容，直接点击对话窗口，这里就会生成一段对应的文字。第二个，我会生成一份简报文档，然后仔细阅读，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没看懂或者想再详细了解的概念的话，我会直接到对话窗口去提问。第三个也是被非常多的人追捧的音频概览，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惊艳，我会在视频的末尾放一小段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。我们可以在词典页这里输入提示词，比如你希望这段对话是围绕什么主题，采用哪种语言风格等等。生成之后，我们可以下载音频文件，就可以随时随地去听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整个过程会伴随着多次的信息审核校验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标注的数字就可以查看出处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详细的介绍了使用 Gemini 跟 Notebook LLM 完成深入研究学习的3个步骤，以及每个步骤的关键点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欢迎你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视觉可以说是影响这2个指标的头号因素。你想想，一个吸引人的封面是不是就能提高点击率？对。然后视频里面如果画面流畅啊，内容呈现的吸引人啊，观众自然就愿意多看一会儿，对吧？我明白了，所以高点击率加上长观看时间，这就等于跟平台说，我这个视频不错啊，大家爱看，然后平台就更愿意把它推给更多人吗？对，就是这个逻辑。